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今年是不是，今年是蛇年大年初一啊。昨天晚上吃完年夜饭之后呢，年纪大了，就是拿到一个小红包嘛。然后昨天半夜2点守完睡之后，半夜2点到门口去贴春联，总是要一个过年的气氛嘛，毕竟这是习俗。然后在宜兰这边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大年初一，应该从初一到初五都有了，就是庙宇，特别是我现在处在这个位置，这边附近很多的庙宇，都道教的那种庙宇，他们都会煮，大部分比较有一点规模的庙都会煮平安粥。什么叫平安粥呢？其实就是稀饭，然后但是那个水稍微多一点那种稀饭，然后里面丢都是蔬菜，可能油葱啊，可能那个芹菜啊、香菇啊，没有肉就这样，然后去煮那个稀饭出来呢，再加一点盐然后就这个旁边就会有2碟那个素菜，通常都是酸菜，酸菜就是，酸菜是用什么东西去做的是用芥菜吗？反正就是腌制好的酸菜，酸酸的，而且很新鲜，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哦。然后就还有腌萝卜，这2个都是冬季的怎么讲？冬季的蔬菜，特别是在靠近这个年尾时候的东西，所以年尾时的东西，再加上收成的稻米就是一起煮，不是一起煮就煮完这个粥，再用这个两个菜，通常都2个菜然后大家就会到庙里面去捐献啊，可能捐个多少钱，我只有捐100块钱而已，因为我记得前几年某一年的冬天，前2年吧，某一年的春节很冷，真的非常非常冷。今天气象局不准啊，现在外面的温度大概10几度，我后来还去骑了一趟脚踏车所以现在下午差不多3点。那在那个在前几年的时候，那冬天真的很冷的时候，去吃那个平安粥，喝一碗热腾腾的粥，其实就是拌水拌稀饭嘛，然后配那个咸菜啊、萝卜啊，真的很好吃。他们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呢，就让人觉得说这个有一股平安喜乐，真好多人去吃因为宗教这个部分，特别是农业县或者是越靠海的地方呢，其实对这种东西这不是这种东西对于神奇的这种事情呢，是越尊重的因为毕竟你看宜兰早期是农业大县嘛，现在也还是虽然现在慢慢已经变质了，但是在我住的这个区还是很传统，所以大家初一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叫做什么村反正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去采春吗？还是什么春走春走春。很多先去庙里面先去还愿，或者是拜拜求今年的一年的健康。我打算今天本来想去，但是因为我今天是骑脚踏车绕了一圈，绕了2个庙，吃了2间的平安粥，还有吃那个汤圆，沾染了一身这个就是一身庙宇的正气，回到家里面来。然后我想明天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是在附近去求这个发财金，看看这个今年投资的东西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回收另外就是频道更多人看，真正的频道也蛮多人看，因为我有打一点广告但是其实还好啦，这个东西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像观众一样嘛，就像我们是表演者一样嘛。你在一个舞台上面，如果讲话没有人听，那只有三三两两的话，总是会比较没劲虽然说对我来讲，没劲归没劲，但是你还是想办法要保留一些东西下来我尽量去保留一些东西下来，而且我不希望做跟别人一样的东西，
我不想要去讲那些酒的很 detail 的东西，我要谈的是这种餐酒生活的一些想法、一些理念。当然，酒算荤的东西啦，不然的话，其实我不晓得我们煮这个平安粥里面有没有放一些米酒，或者是说，假定他希望那种味道更丰富一点的话，可能还可以放一点清酒啊。清酒也是米去做的啊，中间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荤的东西。我们不把菌类的东西当成荤的吼，不然的话香菇也不能吃了。我例如说酵母菌啊，什么什么菌啊，乳酸菌那个东西，应该不是算荤的吧？哈。不过这种东西就是看人怎么去界定了哈。那春节嘛，就是其实也没什么话题好聊。我这边来这边过了，这是第3个春节了，就是乡下的春节。坦白讲，就是那种很回归到年轻时候、小时候的那种比较快乐的样子。这附近还有个地方卖那个各种烟火，那种炮仗啊、炮竹啊、烟火什么的，我还想去买一点，然后晚上因为我的门口有一片很大的空地租的时候就已经租下来，那边我就可以自己放烟火，那应该是一个如果有生小孩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回忆啊。但是没有小孩也可以自己玩啊，买那个仙女棒啊，买那些什么各种各样的烟火、欧龙啊，什么那些东西的。水鸳鸯现在应该禁止了吧？冲天炮什么的，而且那晚上的庙呢还会放烟火，当然是比较那种 local 的那种，就是不是像那种101那种烟火，是那种比较小的那种，然后发射起来大概顶多50公尺高这样的烟火，很热闹。而且你看，从初一到初几到初15为止吧，到元宵节为止，其实都是以这华人来讲，台湾也算嘛，就是都算过年，所以这个年假把这个假期好好的休息休息。其实你说过完年之后要干嘛了？昨天不是在讲那个酒的问题嘛，就是那个寻找新方向嘛，不止新方向啊，你人生的各种方向你都要去想啊，对不对？而不是说浑浑噩噩的过哈。今天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啊，纯粹就上来就是简单的打打招呼而已。因为蛇年嘛，大家说什么都好手几百就是金钱手几百，健康手几百，然后快快乐乐生活就很好了，对不对？今年有什么任务呢？我有一个日本的网友呢，他要开那个荞麦面店，我蛮鼓励他的。然后他现在遇到一些困难，我就是说，那反正我们台湾去日本免签3个月嘛，就是一次可以停3个月嘛。然后你这段时间刚好准备好像3月份要开始营业嘛，我说我可以过去帮帮你，只要你看你家那边附近有地方可以让我住就可以了。那我也不是打工，我不拿你的钱，我纯粹去帮忙朋友的帮忙这样你要进入一个观光区，观光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也许这是一个体验这种生活的好机会，顺便去逛一逛。东京呢，只有一个日本酒造，东京其实东京有酒造已经让我觉得非常讶异了。不过，因为日本很多酒造呢，都是那种动辄就100-200年的那一种老酒造，所以200年前东京可能也不是这么的繁华嘛，所以它附近一定有些不错的水质啊，或者是当时就是有这个酒造的存在。我没有去看它的历史啊，但是这个酒造的酒其实还不难喝。我早期在喝这个酒造的，在喝清酒的时候，这个酒造的酒常出现，也许也可以去逛一逛吧。东京，因为我去过太多次了，已经觉得有点无趣了。
但是这个朋友他要开那荞麦面，我看他很认真在做这些东西呢，我是觉得说，好像也可以过去看一看。我不知道学哈，他是说他可以教我，但是我并不是很想学哈，因为如果我要开店的话，我一定是开卖戚风吧，戚风蛋糕吧，因为我的戚风蛋糕我很有自信，做得很好。也许我今年应该整理一些家当，开始弄这些东西，然后重新开始吧。因为这附近另外又开了一个甜点店，生意多好啊！这个附近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就好了，你只要营业这2天就好了，然后就可以过得逍遥自在。人生总是要自己找一些乐子来过嘛，特别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今天在庙里面求，我没有求签，我只是看他对于各生肖的评语哦，那墙上有贴，我觉得我的生肖今年的状况应该还不错，所以各位期待我多做一些事情吧。也许海恩，我一直讲了一个团体，其实我有一个网站哦，但是那个现在只有给我的早期是会员，现在不用交会费的这些朋友在，我基本上我没有再开放人家进来但是也许我会再组一个团体，就是可能专心拿日本酒嘛，因为葡萄酒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拿得到，或者是大部分以日本酒为主，再加一点日本酒为主，再加一点葡萄酒的部分，然后也许就挂一个牌子在门口，就是当做就是比较正式的去经营，也许我有这个想法，然后人也不多，可能也许我就号召个50个人，每个月办个2次活动就可以了。然后厂商拿了酒来，我都会试喝。如果因为现在今天这一集应该是78集了，如果各位有从第1集到78集，就算你是跳着看，就是说每一篇也不用整个看完，只要跳你。我跟各位讲哦，前面我大概都会讲10分钟左右的废话，所以你如果拉到后面的2/3的地方听的时候，很多都是我在讲比较正经的事情，比较严肃，比较你觉得有知识性的东西，所以请各位无论如何跳动那边，然后你广告要看不看，其实我不是那么的 care 哈，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也没有盈利的功能嘛。哪一天开直播是另外一回事啊！直播我也只是希望说跟大家能够互动，因为毕竟你不可能去租。以前我上课的时候还租场地什么的，谈这个费用，谈里面的那个他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服务啊、设施什么的，其实很麻烦。就是你明明只是想要上课，可是那些事务的工作呢，都必须自己去處理的，会变得很操劳啦。我只希望说单纯在讲事情而已。像今天这一集，我打算结束了，不到15分钟吼。其实没有谈什么事情，我谈一些年度的计划吧。就是说，也许可能再弄一个团体，也许我会弄简单，只有周日有卖在卖的戚风哈，对不对？真的要相信我这戚风的功力啊！我的戚风功力是很多还蛮有钱的朋友他们认证过的，因为他们吃过那个最好的评语就是说，你的东西有一股高级的感觉，真的不是在吹捧，而是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很高阶的一个公司的老板娘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你的公司有一股很高级的感觉，一个女士哦，为什么？因为她一直在吃啊，一直吃，一面吃。我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她一直在吃，一面吃一面说，可是这个有一股高级的感觉。什么叫高级的感觉？以她吃过那么多东西来讲，她会觉得那个有高级的感觉，也算是一种恭维。然后，即便我当时有试做了一些作品，因为她住离我家在台北之前离我家很近啊，所以我觉得一些做出来的试作品我会拿给她吃。他有时候会看看这个怎么这一次这个怎么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看，但是他吃的时候还是很好吃，就是怎么讲呢？外形本质哦，这个你注重哪一个？当然能够一起注重最好，但是以我来讲，不管酒或者是餐，或者是人生，我觉得本质的东西会比外在更重要。
那我不是说外在不重要就是本质的东西你一定要好，才能够持久嘛。那如果外在那些东西花花绿绿的东西，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好，今年不要讲了太过严肃的话题另外再提醒一点，就是说我已经找到方法，就是可以用以中文的字幕为主，你可以点选，但是你点选那个 YouTube 播放平台那个有一个像车轮状的那种就是那种设定那个部分呢，它可以选定语文，因为我通常会设定中文，考虑到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沦陷区的的朋友们，如果他们翻墙出来看的话，那个我有设定简体中文，然后英文、日文、法文、西班牙文、韩文、越南文、法文我讲过了嘛，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自己选择，但是那翻译我就不敢保证了，因为那是它的即时自动翻译。不过中文的部分我通常会再看一遍但是如果我时间讲得很长，要1个小时要叫整个每一句去看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相信我讲了已经越讲越慢了，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快了。那应该可以让大家直接听就听得懂了，睡觉前听也可以因为它这个我会把某些段落转成 podcast， 所以你可以选择 podcast 来听，就不用看到我了。然后另外呢，今年一个最大的改进，我刚刚做了尝试因为我之前觉得这录音的效果呢，有时候会有一些风切的声音，或是一些杂讯也会收进来，比较没有办法直接就是声音对着麦克风。我现在用麦克风，之前带那个也是麦克风只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没有这个效果好。然后刚刚我又做了尝试了，我又套上一个东西，让它再隔绝掉一些杂讯。然后这是什么东西？袜子。好啦，就是这样了。填土之道有道理，凡事都要有道理嘛，对不对？海恩是我的艺名，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初一跟大家拜年，新年快乐！红包不用了，拜拜。